大家好，我是叶子，今天来聊一点轻松的话题。看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奇怪的技能又增加了。今天我来教大家抓娃娃，是不是很感兴趣啊？毕竟这也是一门能降低男同胞单身概率的生活技能啊，所以一定要听好了。有没有很喜欢的抓娃娃，但是从来没有抓到过的同学，举个手或者弹幕上打个1，我看看。其实抓娃娃这件事情，你要先知道它的原理，然后再学技巧，就像练习绝世武功一样，先把武功心法学会了，再来学招式，那就会事半功倍了。那我接下来就先跟同学们讲一讲娃娃机它的原理是什么。平时你们抓娃娃的时候有没有跟觉感觉，每次都是差一点点就成功了，明明爪子都把娃娃抓起来了，但是到洞口的时候它都会啪的掉下去。这里就需要先了解一个名字解释，强力爪。强力爪指的就是字面意思，抓力很大的爪子，它会把这个娃娃紧紧的抓住，一直移动到洞口以后才会掉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娃娃了。所以强力爪也叫保夹，保证你夹到的意思。一般娃娃机出货的原理是，它每台机子会设置一个数值，只有当你投币投到它设置的数值以后，才会出现一次或者多次的强力爪，那么这个时候的爪子就和520胶水一样的靠谱。只有把娃娃掉到洞口以后，机器下面还有一个光眼，只有光眼识别以后，娃娃机才会把整个数值清零，就重新开始计数了。我这里举个例子，如果娃娃机老板把这个星带兔设置的身价是100个币，那么当你投币投到100的时候，就一定可以得到它，前提是你没有放弃，不然你就等于是给别人垫币做嫁衣了。如果你投币98，气呼呼走掉了，这时候另一个人过来，他投了2个币，那么正好到100币，就到了强力爪的概率，星带兔就是他的了。他可能还会想，我怎么这么幸运，一发入魂，抓一次就抓到了，我也太厉害了吧。实际上他不知道，其实是有个大怨种给他垫了98币。所以有个小技巧，当你看到某人在一台机子上抓了很久，没有抓到，然后走掉的时候，你可以上去试试看，捡漏成功的概率比较大。这就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，就是你一定要需要喜欢的娃娃再下手，不然你投了很多币，只能带回家一只你不喜欢的娃娃回家吃灰。简单来说，娃娃机的数值并不会外显，但是通过我的观察，一般的娃娃机设置的大概是30到40币左右。像这几年比较火的星带兔，或者是做工比较好的蒙奇奇的话，大概是100-200不等。不过各地的话也各有不同，还是要根据你当地的情况来看。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娃娃机的老板只要通过一台手机，就可以实时的看到娃娃机出货的数量，以及爪里的强弱，他都可以在手机上做出调整。所以说，很多人觉得抓娃娃就是个骗局，根本就抓不到也可以理解，毕竟它也确实存在被操控的空间，但我觉得这种现在也比较少吧，因为这里面本身就涉及到玩家与老板的博弈。如果老板设置的非常难抓，那我可能抓一次就不来了，甚至告诉我身边所有的朋友，它也就变成了一竿子生意，也是得不偿失的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实战吧，分门别类给同学们说。1. 位置，选能抓到的娃娃。一台娃娃机的娃娃很多，但是适合抓取的位置其实很固定，就是靠近洞口的挡板的3面嘛。画图技能还未成仙，在 PS 上画了几笔，大家将就看哦。从我个人经验来看，如下图所示的3个位置是比较好抓的，命中率极高，其他的位置的娃娃基本就是吃币区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就近原则这个终极奥义，每次看到小朋友在那边傻傻的喂币，我都很心疼。心情好的话会跑过去给调个位置，当然情侣嘛，随便他们好了，才不管呢。单身汪才不要花式虐自己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。建议抓之前观察一下这个挡板的高度，如果娃娃距离挡板太近，外加挡板比较高的话，挖还是蛮难挖的。即便是这样，也要奔着就近原则，尽量抓这3个位置的娃娃。找了张图，上次看到的娃娃觉得很鬼畜，所以拍了下来。2. 实际等秒数倒计时结束，自然下落。一般娃娃机都会有自带30秒以内的倒计时，
答主发现等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爪子自然下落成功几率比较高。每次在等待的时候呢，店员老在一边念叨，再不按就要到时间了哦。这个时候，同学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就这样，等爪子自然下落，抓到娃娃的时候，这个时机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再按一下那个按键，再按一下，再按多几下也没事，反正一定要按，爪子会在原来基础上收紧一点的，真的，亲测有效哟。3. 全方位娃娃机正面侧面都瞄准一下。抓娃娃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娃娃机正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在侧面也瞄准看看，实在不行，就侧一点看也行，这样多个角度看看会比较有利于锁定目标。4. 让店员摆位置，让店员帮忙摆个合适的位置呀。一般店员还是蛮好的，这里注意异性相吸原则。哈哈哈，妹纸们可以去找小哥帮忙摆，男孩子们可以找萌萌的美女店员帮忙摆。找面善的等于有些苦瓜脸的店员脾气倒也是真的不太好，而且这本来就是分内的工作呢，尽情求助吧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抓到的几率啊。5. 是爪力，一击就中的情况毕竟比较少。Omega 一开始投币1-2次试试爪子的力道，怎么试呢？就是你投币以后，摇一摇那个控制方向的手感，看爪子摆动幅度大不大，如果摇晃得很厉害，那么学弱爪比较难抓的；如果摇晃的不厉害，甚至直直的都没怎么晃，那么恭喜你，成功概率比较大。我基本都会先试一次，大多时候一次就可以看出来了。6. 重心竖着的娃娃不要抓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抓到娃娃，爪子一松掉下去的时候，娃娃就不是原来的姿势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甚至是竖起的。起初答主遇到这种情况是很兴奋的，但是不断吃瘪之后顿悟，竖着的娃娃不能抓啊，不能抓，不能抓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因为娃娃到了或者竖着的时候很难判断重心，而且无形中也会减少爪子抢娃娃成功的概率。答主用红线圈起来的这些立体娃娃，不是水平放置的时候都不建议抓哦。史迪仔、龙猫都也许会抓着抓着就出现斜着或者坐着的状态，请大家最好让店员重新摆放到，不然呢，抓不到可不赖我哟。下面是根据娃娃形状分析篇。1. 轻巧零钱包。6·1儿童节的时候和朋友去玩耍，然后鬼语使入神之叉弯的去了娃娃机那儿，很应景的摆了一堆蓝胖子，这种时候怎么能错过呢？零钱包可是最好抓的一类了呀。一口气连抓了3个以后，再让店员摆位置，店员苦瓜脸，非常不情愿的过来摆，然后还故意把娃娃下压到底座娃娃的缝里，也是迄今遇见过唯一奇葩的店员。然后呢，没能达成4连抓成就，第4只抓了4次，所以是7抓4中，也还好吧。这类娃娃特别轻巧，随便抓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也可以按照重心来抓。这种圆形扁扁的娃娃，重要的是位置，一般娃娃机抓起的很多时候会乱晃乱弹，还自带拐弯的。从我的经验来看，这一类的娃娃在2号位置成功概率比较高，2号位距离最近了，乱弹一下也很容易滚进洞口。1号的话容易碰壁，3号容易翻回去。长条娃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人？简直给自己感动哭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、更好理解，我先是拍了照片，然后把娃娃抠了出来，摆在简单粗暴的位置图里。朋友看了一眼说，你为什么不直接用画在纸上，然后拍下来呢？我竟无言以对。抓这类娃娃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抓头抓尾都行，就是别抓中间。第一次抓的时候，记得观察一下爪子会不会旋转，看好旋转的方向哦，别被栏杆卡回去了呢。位置也是2号位比较好抓，大家可以求助店员摆成如图所示位置的，接个熊猫和上面的喵咪一个捉法，抓头或者尾巴。这种真的超级好抓的，差不多7次里能中5次的概率吧。3. 立体动物。举个例子，萌萌的小象，这种娃娃呢比较立体，和上面提到的娃娃示意捕捉的位置不同，因为它本身太立体了，很容易就弹回去。这个小象觉得萌，当时是抓了4只，无一例外都是在1号位抓到的，2、3号位也试过，不好抓，示意图懒就随意抠一下啦，大家领会精神。4. 头重脚轻。
这里的头重脚轻主要是指一些手偶啊、小背包啊之类的，像兔斯基那种大头的会另开一个类别。这一类的话，重点是抓头，位置是1号位。这一类刚开始的时候走了很久的弯路，一直觉得应该是2号位好抓的，凌厉的教训告诉你，1号位才是王道。5. 大头类。大头类娃娃主要是指这一类圆头的娃娃，一般来说是抓头啦，因为头比较重，抓身体遇到爪力弱的机子根本就提不上来。如果说遇到根本都提不到半空的爪子，请大家放弃哦，不要傻傻未必呢。从经验来看，即使是大头类娃娃，适合抓取的位置也不一样。示意图，可妮兔和布朗熊其实整体重量是偏重的娃娃，适宜位置在2号位，并且头朝洞口比较好，爪子上升时候会逆时针转一点的，所以头靠近洞口掉出来的几率大一些。兔斯基真是个神奇的物种，虽然它大头圆圆的，头重脚轻，但是它居然不符合以上的抓法和位置，捉法也是偶然摸索到的。示意图如下，兔斯基需要在3号位抓它的脖子到身体的部位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抓的。当时抓齐了6个表情的以后，店员都惊呆了。6. 收纳小包。这种类型其实也好抓，但是一次成功的几率比较小。大致思路是先把它一边拖到洞口，然后在抓的时候抓离洞口远的那一侧，如图所示。是迪仔小包是在3号位，那么就抓它的右侧，让它翻过来翻到洞口。虽然视力是在3号位，但是这种在1、2、3号位都抓到过，所以位置不重要，思路一样。我熟悉的类型也已经尽心尽力回答在这里了。其实一般娃娃机里的娃娃也逃不出这6类，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，顺便还有币，天下娃娃唯快不破。欢迎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收看更多精彩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